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。2006年，冯小刚拍了部广告短片《贵族》，讲述暴发户秦总被贵族后代羞辱，发誓要让他知道我有多贵的喜剧故事。片中饰演秦总的是范伟，饰演贵族后代的则是初出茅庐的赵丽颖。命运的齿轮快速拨转至18年后，此时的范伟和赵丽颖竟跻身同一个领奖台，分别成为本届金鹰奖的最佳男女主角。尤其是赵丽颖，凭借许半夏一角，1个月内先后拿下飞天奖、金鹰奖视后，距离中国电视剧3大奖大满贯只差1个白玉兰奖。而目前中国仅有5位女演员达成大满贯成就：萨日娜、蒋雯丽、樱桃、闫妮、孙俪。从草莽凭一腔热爱走到红毯之上需要多久？赵丽颖的答案是7年。被冯小刚选中出演广告短片的女主角，好像只是一次意外。生于河北农村，说话仍有口音，圆脸长相，可爱有余，却不够大气。这类形象在世俗成见中更适合演一些妹妹、丫鬟、女儿、孙女之类的角色。而将她从众人中拔擢出来的冯小刚，此时更心仪的女主角则是夜宴中的章子怡。但赵丽颖才19岁，正值青春，无知又无畏的她，一头闯入娱乐圈后，先后出演多部影视剧，《金婚》中淘气叛逆的童家3女儿，《南越王》中清新亮丽的小皇后，《春去春又回》中温柔婉约的任洁儿，《苍穹之卯》中性情温顺的玲等。只是这类配角大多没有记忆点。纵使是在热度颇高的李少红版《红楼梦》中，赵丽颖也只是出演了《金陵12钗赋册》中家境贫寒、性格稳重的邢岫烟，直到琼瑶剧《新还珠格格》，她才得到一个虽然形象重复，但至少有一定关注度的晴儿。做演员5年，她经历过不为人知的辛酸。同组演员面她过年孤身一人，为她做了一顿饭，她念念不忘，回想起来便泪如雨下。只能说成名路上本就荆棘遍地。赵丽颖身不由己地演绎了太多温柔可爱、小家碧玉、端庄娴雅的配角之后，终于迎来了一个变化。于正让她在《宫锁珠帘》中出演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青楼女子百合。这一角色戏份不多，但极具突破性，可以用情至深，可以狠辣果决。赵丽颖证明了，在一个温婉的晴儿体内，也能兼容一个女刺客的决心。稍后入行7年，她迎来人生的第1个女主角，《陆贞传奇》中的陆贞。南北朝时期，朝堂混乱，才女陆贞因家变入宫为宫女，在重重阴谋和危险中，在历史潮流和政治波澜的推动下，逆天改命，成为女香。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大女主影视剧之一。而赵丽颖完全演出了陆贞那种聪明、好强、坚韧和善良、隐忍的形象。于正说，赵丽颖与陆贞这个角色各个方面的东西，所有性格基本90%以上，她都非常像。不只是她，大概整个娱乐圈都要因为赵丽颖而不得不矫正以往的偏见。而她作为圆脸甜妹的巅峰作品，就是2015年播映的《花千骨》。从懵懂无知的小骨到举世皆可杀的妖神，赵丽颖演绎出了一个人是如何从至真至纯变得绝望乃至残忍的。凭借该角，她首获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并获得金鹰奖。7年熬到一个女主角后，仅用2年便在人气、口碑、收视率和主流奖项上证明了自己。圆脸只是一个演员的形象，绝非一个演员的价值。花千骨的大爆使得赵丽颖拿到了一定的话语权，她不再是那个到处寻求面试、投递演员简历、跑一些不知所谓的通告的演员了。她站得足够高，
高到让好剧本上赶着找他。但甄别一个剧本好与坏的能力，似乎还需要更多阅历、时间和经验去沉淀。赵丽颖的沉淀方法就是彻底敞开自己，无论什么题材、类型、角色，都要试一试。都市题材中，她与黄渤、孙红雷合作综艺喜剧片《极限挑战》，与张翰合作喜剧片《女汉子真爱公式》，与郑恺合作职场剧《加油吧实习生》。民国题材中，他与陆毅演绎谍战剧《胭脂》，与陈伟霆、张艺兴合作悬疑剧《老九门》。古偶题材也没落下，2部《青云志》都饰演了鬼王之女碧瑶。而这些作品仅是赵丽颖在2016年播出的作品。那年，她还拍摄了韩寒导演的《乘风破浪》，和继《花千骨》后又一部大爆古偶剧《楚乔传》。这些作品良莠不齐，好坏参半，看上去赵丽颖像是爆火后的自我膨胀，不挑剧本，有戏就上。与此同时，她说话直，人赠外号赵小刀，拒绝将自己和杨幂等女星做对比，某些言论被讽情商低，时尚风格又无法摘去土的标签，诸如此等，深刻诠释了何谓树大招风。但若不是这些风言风语以及全年无休几乎住在剧组的磨练，恐怕也无法带来赵丽颖在2017年的星空演讲里的思考与表达。她在演讲里提到，别人说圆脸做不了主角，她用陆贞传奇做到了；别人说她不会说话，给她贴标签，那她就做给你看，用作品说话。别人问她，你这么辛苦为什么？她沉吟半天后说，也许是希望大家对偶像剧演员不再抱有偏见。她特别提到了《楚乔传》这部剧，楚乔出身寒微，命若草芥，但却拥有独立思想和谋天下的大格局。在自虐式的沉淀后，楚乔彻底与赵丽颖融为一体，她开始思索和探寻女性演员的出路，而非一己之未来。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，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，依附男人。赵丽颖说，我希望他们可以拥有更丰富的思想，积极地去追求自己的信仰。男人如果有英雄梦，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？于是楚乔在乱世之中手持大刀，身骑烈马，对着战士们振臂高呼，听我的命令，跟随我，我要带你们回家。而闺阁之中，虽没有门阀割据的战场那么刀光剑影，但也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权谋算计之否中。赵丽颖饰演的明兰，本是庶女，却拒绝接受不公的命运，更不愿任人摆布。她小心隐忍，步步为营，清醒又坚定地捍卫着女子的尊严，也比多数沉迷于权势之中的男性更懂得何谓纯臣，以及如何用智慧来守护公义正道。知否作为与《甄嬛传》并列的优酷养老剧，令赵丽颖再获金鹰奖。然而，她并未止步，也不能止步。知否再好，始终还是有偶像剧的印记，那她也就不能摆脱偶像剧演员的标签。为赵丽颖带来飞天奖、金鹰奖等荣誉的电视剧风吹半夏，并非她转型的开始。其实早在2021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后，她就有意识地开始刺入现实，试图通过更多元化的、更贴近当下时代的影视作品，来逐渐剥蚀偶像这层沿袭太久的定义。那年，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在湖南卫视播出，赵丽颖在希望的田野单元中饰演辞掉城市高薪工作，回到家乡，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的新时代女性雷金玉。同年，她又参与爱奇艺迷雾剧场，出演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中一个心思深沉、道德暧昧的天才心理医生。但这些尝试还没有破掉身上的外壳。到2022年，郑晓龙导演代表作《甄嬛传》拿到幸福到万家的剧本时，想起了15年前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女演员，认为她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姑娘，而且和幸福一样，话不多但做实事，
关键时刻有一股内在的坚持。这名演员就是赵丽颖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台词、形体，还是神情及对农村城市的那种微妙处理，赵丽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此剧过后又1年，赵丽颖成为了许半夏从收废品、卖废钢开始，凭借惊人的胆魄和务实的精神，在由男性主导的钢铁产业中闯出了一片天地。有别于和幸福受限于农村身份，某些表达和动作始终是谨小慎微，带着某种小得意和小失落。许半夏完全是大开大合，守得住，说得开，闯得起，行事果敢，一副独立女企业家风范。至此，奖项于赵丽颖而言，更像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对她的肯定，因为她似乎已经不用行业、观众去肯定了。作品早已说明一切。当人们说圆脸不宜做女主角时，她偏偏证明圆脸不仅可以是女主角，还可以是女刺客、女战士、女宰相、女企业家。当人们又说她只是在偶像剧的舒适圈打转，她不仅证明了舒适圈亦有层次之分，《花千骨》里的至纯至善，《楚乔传》里的威震四海之否里的会心与藏拙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能够越过所谓的舒适圈，用《风吹半夏》这类作品来告诉外界，一个好演员绝不会被所谓的舒适圈禁锢。赵丽颖的路还未走完，在打破圆脸魔咒、偶像定势之后，下一步她将走向荧幕。从手机、电视机荧幕走到电影院大荧幕，对演员的肢体、表情、台词等都会提出更高一级的要求。因为荧幕可不会过分磨皮，不能随意改口型，任何微小的神态和动作都会放大数倍不止。习惯电视镜头的演员挑战大荧幕，其实是有门槛的，而赵丽颖跨过去了。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第20条，她饰演的郝秀萍，不会说话，素颜打扮，皮肤黢黑，受到脱香，随时在承受暴力和压抑带来的痛苦折磨。天台上以手语倾诉绝望的那段戏，即可纳入表演教材。张艺谋拍完该片后说，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。今年国庆档《浴火之路》，她演一个绝望的母亲，只想搞钱赎回女儿。多数时候，她压抑着内心的痛和对爱的渴求，而一旦孩子找回，为了报恩，她也能从白兔化身豺狼，手持小刀闯入贼窝。为母则刚，说的正是她。本周上映的新片《乔妍的心事》，她搭档辛芷蕾演一名心事重重的知名女演员。预计明年，她与冯小刚合作的最新电影《向阳花》也将上映。或许永远向阳而生，就是这个从河北农村走出的圆脸姑娘为自己选择的方向。